你干什么？我在跟你比划呢。这会儿冯尚书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得全身放松，闭着眼睛躺好。不管我怎么动你，你都不能动。冯尚书胸前的抓痕应该就是这么来的。你是这儿的常客？常客倒算不上，这儿东西好吃归好吃，但是特别贵。要是没人给我宰的话，我可舍不得。安郡王，景少卿，姑娘，3万请慢用。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小人。小人告退。怎么，这些菜不合你胃口？不是，就是觉得这个掌柜长得……没什么。今日你辛苦了，吃吧。王爷，你也喜欢吃黔州菜吗？从没有吃过。我兄长是驻防西南的武将，从前听他说起过这几道黔州菜。黔州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，你起码走了1个多月，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吧？你是为我点的？请你2人吃饭，自然是为你2人点菜。可是王爷，我还没能验出死因呢。不要紧，先垫垫肚子吧。来，碗给我。谢谢王爷。谢谢王爷。他黔州籍的身份应该不假。楚楚，这黔州菜做的可地道。地道，特别地道。你吃得惯就好，慢慢吃，不必客气。谢谢王爷。你刚刚在冯府灵堂可有什么发现？冯介胸前有很明显的伤处，不过那处不是害人的伤，是救人的伤。救人？如何救？我能跟你比划一下吗？你就当冯介，我当那个救他的人。好。冯介的事你也知道了吧？陛下，臣一早就接到冯府的复帖，已去冯府吊唁过了。冯尚书溥仪回京便撒手人寰，冯府没有丝毫准备。臣去时还颇为忙乱，让人看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啊。冯府没有丝毫准备，朕何尝不是措手不及啊？冯介一去，兵部这个大摊子得有人来接呀。陛下说的是，说得轻巧。接？谁接？朕自登基以来，终日殚精竭虑，夙兴夜寐，朝上朝下都是在想方设法顾我大唐江山，复我大唐盛世。选任贤能何其重要啊！哎，选任一个3品尚书，那是一拍脑袋就能解决的事吗？冯介才50出头，身子骨恨不得比武官还要硬了，怎么忽然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臣听冯府的管家说，冯尚书此行西南，奔波劳顿，又在接风宴上多饮了几杯，不慎勾起恶疾，才猝然辞世的。什么？喝酒喝死的？我大唐官员都去学李太白当酒仙，那朝廷怎么办？社稷怎么办？百姓怎么办？就光靠朕一个光杆皇帝吗？陛下息怒。你现在就去拟一道诏令，京畿内凡7品以上官员，非节庆和巡修之日，不得聚众饮酒，否则革职严办。臣领旨。陛下，那追封冯介一事，此事容以后再议吧。对了，你回去告诉你那个宝贝学生，严明一案他如期抓到了凶手，算他结案。但同僚之间人情往来的事，再不情愿也得去办，哪怕是装样子，让他务必去趟冯府吊唁一番，告诉他这是圣旨。陛下，安郡王已经去冯府吊唁过了。吊唁过了？不敢欺瞒陛下，今日散朝后，我与景阁老去冯府，正巧碰到安郡王。去吧，快去吧。你是说，曾有位郎中，
这样救治过他。从那血瘀印子和抓痕来看，这应该是个女郎中。女郎中，我想起来了，冯介的二夫人，她的娘家就是开医馆的。我刚才在府中就觉得奇怪，这个冯管家提到二夫人的时候神情闪烁，肯定是瞒了些什么。还有冯夫人那句话，王爷你注意到没有？楚楚说香灰落在死者身上，那是死者在喊冤，而冯夫人立刻就说你不要污蔑我家老爷。污蔑，说一个死者有冤，他为什么会觉得是污蔑呢？你有什么看法？我本来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刚才看到你们在那边，那样我就有点想法。我觉得冯介是风流过度，死在牡丹花下。昨天晚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。冯介在接风宴上喝多了回府，二夫人侍寝，两人小别胜新婚，翻云覆雨之时，冯介突然就不行了。略懂医术的二夫人想要施救，但已无力回天。冯府担心冯介这样的死因传出去有辱名声，所以才会说冯介是暴病而死。冯府想掩盖这件丢人的事，所以楚楚说死者有冤，冯夫人才会心虚地脱口而出污蔑二字。楚楚，锦衣这番说辞，你以为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光是这么看还不能断定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不过我能看得出，冯尚书他身体底子特别好，死前也没有喝太多的酒，最起码不是喝酒喝死的。至于他是不是像景大人说的那样死的，还得仔细验过才能知道。这还验什么啊？人家冯介是在家里死的，又不是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。这样的死法说是暴病也没有错吧，王爷？干嘛这么较真呢？真的把这样的死因揭出来，大家脸上都挂不住，你又得落一头埋怨。王爷，我看冯尚书的时候，觉得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说。有话对你说？人死之前都是有话想说的，只不过有些人来得及说，有些人来不及。来不及说的人就会把这些话都留在身上。这些话有的是用伤痕来说的，有的是用体态来说的，还有些是用自身与他人的关系来说的。仵作就是替他们把这些话都解读出来，再说给世人听的。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？难道也是那位玉面判官说的？对，就是他说的。你也听过这些话啊？又是父亲手札中所说，他到底从何而知？我曾在书上看到的。什么书啊？是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吗？什么传奇？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，我就是在这本书里听到六扇门和玉面判官的。你是不是也在这本书里读到的？这个传奇故事现在可有读本？有，就在我包袱里。你要是想看，等回到三法司我就拿给你。好。楚楚，你可愿意再验一次冯尚书？可以再验吗？可以。还来？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谢谢王爷。该我谢你。吃饭吧。你前日说，圣上限期让安郡王破一宗案子，今日期限到了，那案子破了没有啊？算是破了吧。破了就是破了，什么叫算是破了呀？凶手是抓到了，但是人在大理寺狱里头自尽了。大理寺狱啊？那咱们儿子，你是不是骗我了？嗨，儿子今天没回来吃饭，他是不是被圣上留下来责罚了？夫人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景逸他好着呢。三法司上下大小的纰漏，哪一次不是安郡王亲自担着？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他把下面人推出来让他们受过的？那安郡王他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被韩季他们挤兑了几句。凭什么呀？不出力的挤兑出力的。我看韩季他们，他简直就是老过成精了，成天就知道呱呱呱呱呱呱的。那你有没有替安郡王说话呀？说了啊。夫人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已经接过去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安郡王今天亲自去冯府吊唁，还带了一个侍女随行啊。不是侍女，是仵作。仵作？哎呦，这安郡王还真让一个姑娘考上了。考没考上未可知，但是安郡王肯定对他有兴趣。哎呦，王爷，您可回来了。母亲又派人过来了。啊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吴江，你跟王爷这么久了，还不知道王爷有第三只眼睛吗？王爷，半夏姑姑说，公主让您一回来就去见她，否则公主就要来见您了。冷月呢？回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冷月怎么了？
派人催催。是，龙爷回来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你跟我说呀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跟我说呀，说呀！饭也吃了，茶也喝了，嘴也平了，你是不是有差事该交了？哦，对，你推测的没错，神策军是有这么一个人，昨天晚上突然报了还乡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是兵籍记录，他的体貌特征都在上面。王爷，你昨晚特地叫我一早去查这个事儿，今早还替我告了早朝假，你是把武姬自尽的事儿又揽自己身上了吧？本就是我的疏失，谈不上揽不揽。可是人是我审的呀，是我让你去审的。你真的是比我爹还狠，我爹打我100回都不如你这一下让我难受。你让我怎么还？以身相许啊？还是当牛做马吧。哎呀，目前看抓楚楚这事儿是秦鸾的意思了，可是他抓楚楚图什么呀？若真是被这群阉人盯上了，必没有好事。那被你盯上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怀疑冯介的死因，肯定不是一时好奇吧？你在审我？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不问了。你就当是在审我。想想看，真就没有一丁点线索吗？线索？冯介已经是近1个月来莫名死亡的第3位京官了。近1个月来死的第3位京官，可他们都是众目睽睽之下死的呀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未必不能杀人。就好像致命的恶疾在初期也并非都有明显的症状，看似寻常的死亡背后，也许就隐藏着最穷凶极恶的凶手。如若不尽快查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王爷，这事儿别人家眷都没说什么，你还查什么呀？有这闲工夫，多睡会儿吧，看你这兔子眼。哦，对了，那3个盗墓贼我都审完了，招了个干净，我记了个名册，已经按照这名册去抓人了。不出3-5天，京畿地区的盗墓贼就能在狱中狂欢了。王爷，秦鸾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传圣上的口谕，非要进来，这会儿已经到门外了。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景逸，那3名盗墓贼还在大理寺狱吗？在。你替我去大理寺狱跑一趟，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立功？你是要挖出那俩已下葬的京官再次验尸？小心点，从后面出去，别让秦鸾看见。放心吧。你们这几个可恶的奴才！可恶！王爷到。秦公公，安郡王，您看看，老夫奉旨前来传圣上口谕，您看看，竟然连门都进不了。您这3法司真是好大的气派呀！啊，也没什么气派，不过是奉旨归纳案卷之地，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。老夫也是闲杂人等吗？好。安郡王，您今日带仵作到冯府，假借吊唁之名，亵渎了已故兵部尚书冯介的遗体呀！冯府已经告到宫里去了，传圣上口谕，命安郡王萧锦瑜亲自登门向冯府致歉，若再有惊扰冯尚书入土为安之举，必严惩不贷。安郡王，好自为之。走。难得秦鸾干件好事，再探冯府师出有名。师傅，东西都送过去了。您这是？这些个东西都是圣上让送去冯府的。哎，师傅，好，走。有关西南那个女仵作的事情，这边已经查实了。这女仵作是黔州关岭县平乐镇的人。不过这女仵作出生之时，她的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。你说什么？她出生的时候，她母亲已经死去多年了？那她是从她母亲的坟头里蹦出来的？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。这个女仵作的父亲叫做楚平，经查实只娶过这么1任妻子。他这任妻子在为楚平诞下长子楚河的时候就已经难产死了。可是太和10年，莫名其妙又冒出一个女儿来，就是现在这个女仵作。
萧恒在西南死不见尸，隔了不到1年，西南一户仵作人家里就多出一个女儿。如今这女儿带着萧恒的东西来到长安，哼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您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会不会是萧恒在外边跟别人鬼混私生的？你是在问我吗？哦，师父息怒，我马上就去查。快！是。禀王爷，楚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王爷，你回来啦。这就是六扇门9大神捕传奇，全在这儿了。有了。这些都是你写的？不，这故事是我听来的，不是我自己写的。我是说上面的字。是，你怎么认得我的字啊？我看过你填写的应考单，所以认得你的字迹。去看那么一下就记住了？嗯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。王爷，我什么时候能再验冯尚书啊？王爷，进来。王爷，景逸回来了。先不谈冯介，我这里还有2具尸体需要你验一下。没问题。这回还要扮成侍女吗？不必了，就在这里。都给我动好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全都办好了，绝对不会有人发现2个墓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。你别说啊，这仨土猴的手艺啊，还真的是令人惊艳。啊不，是令人发指。尸体呢？连同棺材一并放在验尸房了。好，将他们先关去审问室，再给他们拿些吃的，让人好生看管着。一会儿验完了，还要他们把棺材原样送过去。是。走。这里有验尸房，还有讯问室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存放悬案物证的地方，还有做各种分析研究的地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说过啊，玉面判官的家就是这样的。他亲手在家里建了一处院子，里面有验尸房、讯问室，还有放悬案物证的地方和分析研究的地方，就像这里一样。你就是玉面判官？你一定就是玉面判官。你最早听到这些事的时候，大约多少年纪？6岁。你6岁的时候，我也不过是个孩童，纵使我天赋异禀，也不至于那个时候就能给自己建一座院子吧？啊，对哦。可是你家里……这宅子是近2年才建的，巧合罢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？来人，在。送楚姑娘去验尸房。是。楚姑娘请。这就是什么神捕传奇？这根本不是什么传奇。吴江，王爷，你吩咐连翘给他送些衣物过去，找机会将他的过锁拿过来。过锁可是离开长安的必须之物。卑职明白。左侧眼窝处有击打声，右侧后脑有血瘀肿胀。这，王爷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面所说的故事，全都是我父亲当年所办的案子改编的。驸马爷办过的案子？你确定？他生前所办的每一宗案子的卷宗，我都烂熟于心。景逸，若我没有记错，这世上除了我与我父亲之外，就
就只有一个人对这些案子如此熟悉。我爹？你是怀疑楚楚是我爹的人？我用我家老爷子今年的俸禄起誓，楚楚就是我在城门口遇见的，所有的经过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信你可以查。街上那么多人呢，还有那个商队，都可以为我作证。你急什么？我只是在梳理一切可能。这真不可能，王爷，我爹往各处塞人的本事那是炉火纯青，怎么会把一个身份都没做圆的人丢出来？第二，你对女人躲之不及，这点我娘比谁都清楚。我爹就算是要往你身边塞个仵作，那也不会选个女的呀。第三，这丫头一股傻劲儿，哪有我景家的气质？王爷，都验完了。王爷，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？但说无妨。这2名死者和冯尚书有什么关系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今天看冯尚书的时候，发现他右侧眉骨的位置上有一处伤，是一处拳脚伤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伤是不足以致人死亡的，而且那道伤在他死之前已经很仔细的上过药了。我刚才检验那2名死者，发现他们头上差不多的位置也受了一样的伤。那这道伤是如何来的？你可看得出来？这其实不是1道伤，是2道伤。2道伤？前面一处，后面一处。我也说不好是怎么弄的，不过我可以试试。我为凶手，你为死者，行吗？我就当那个落水的死者，他的身上伤处最少，看得最清楚。好。右手小臂内侧有一道击打伤，应该是被拳头击打所致。左肩胛骨处有一道淤伤，是撞在平滑的硬物上。右手小臂接近腕骨处有一道淤痕，左侧眼窝处也有一道击打伤，右侧后脑有一道撞击伤。你们这是打架？这么说的话，他们临死前都与人动过手，而且与他们动手的人都着意击打过他们面部几乎相同的位置。不可能吧？冯介一个年逾50旬的3品尚书，跟谁动手？再说了，那户部主事刘越，可是很多人看着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身亡的。他那头上的伤兴许是坠马摔的？不是，一定不是。他头上的伤比他坠马跌落的伤要早，还被上过药，肯定不是骑马时摔的。而且人的眼窝是向里凹的，是人脸最低洼的地方，就算摔倒时脸着地，也很难能摔到那个地方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他眼窝那处伤是被拳头击打所致，可不是在地上磕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挥在脸上的那一拳是他们3个共同的致命伤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他们3人头上差不多的位置都有一前一后2道相似的伤，以他们的身量和伤情推算，打伤他们的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不过他们是不是就因为这道伤而死的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不可能啊！确实有很多人看到刘越从马上摔下来摔死的。听说那天一群人策马行猎，他们都张弓追着一只兔子。撤！他左腿处和肋骨处都有骨折，鼻道出血，应该是鼻梁伤所致。大人，帮忙！这不还是摔死大人，不，一般摔死的人因为脏腑破裂，口、眼、耳、鼻内都会有血流出来。可是这名死者只是流了鼻血，脏腑都还是好好的，身上各处伤也不足以致死，
还有那名身材矮小的死者，他的耳道、鼻道内都有残余的河泥，他死前应该是掉进河里了。这好酒，高兴，你起来！大人，你慢点，大人，我能行。大人，快！大人！这些人没能救活他，但是他既不是被灌太多水淹死的，也不是枪水窒息而死，